这个地方貌似也是一片绿地啊，像是一个公园。那我还可以骑到里面去转转。我的眼前呢就是剑川路，这边呢就是所谓的大林号湾创想600号，就是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新5号河桥。这边很多合同都是用数字来代替的，6类长桥，今天我在莲花南路上曾经经过的。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闵行紫竹创业园区的兰香湖边上啊，我们准备从这边呢开始往回骑了。回家之前呢，我们再来看看兰香湖的风景。那边一片这种棕色的砖墙结构的房子呢，是刚刚经过的一家中学。这个大概就是兰香湖的全貌了。这边呢就是兰香湖最早建的6栋高楼，还保持得挺不错的。好了，我现在呢就准备从这边往回骑。路上呢，如果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再跟大家来分享。江川东路，这边貌似有一些商业啊。还有一个紫竹万怡酒店。这些边上大楼呢，都是新的创意的园区办公的大楼。看来还是要拐到江川东路上面来骑行。这个地方貌似也是一片绿地啊，像是一个公园。
那我干脆骑到里面去转转。这里应该也是创新园区的一部分吧。广场河桥。前面居然已经到了莲花南路，往右走就是向莲花南路朝北的方向了。好吧，就沿着莲花南路回去吧。好，现在呢，沿着莲花南路往回骑了。马路的两侧呢，这个低矮的有点弧线型的房子就是新的建筑，好像是对称的，但不知道是干嘛的呢。好，现在呢，经过了东川路。我来的时候呢，在莲花南路上经过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的分校大门。我现在呢，回去还是走的莲花南路。我的右侧呢，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了。好，换了1块电池，我们继续骑行。今天来的路上跟大家分享过，上海交通大学它的医学院呢，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现在基本上这些大学都留出来作为城市发展之用了。我一直是不大认同这样的观念的。孩子们读书就应该在闹市区最热闹的地方，因为这是生活的这个也是事业的地方。将来呢，你就是要面对这些社会的纷繁，怎么能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当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且呢，你就是要在这样的比较竞争激烈的环境当中站住脚跟，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和价值体现。你把人都弄到乡下去了，他们在大学里面就是充耳不闻窗外事，那这样的人出来对社会是欠缺了解，也是无法适应的。因为我去过很多的国家，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大学生们是不做实习和part-time工作的，因为大学一只脚应该在校园里面，而另外一只脚呢，一定是跨在社会之中。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平稳的转换甚至很多人在毕业之前已经把工作和将来发展方向都已经定好了。那这边呢，还是停留在一种被安排。现在很多人选择躺平，年轻人不努力了，其实也是习惯了被安排，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被安排的，所以父母呢也乐意安排他们的生活。就很多人变成像寄生虫一样的，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大学毕业了，很多人他觉得在学校没有待够，还想读研究生、硕士、博士读上去。那真正将来能够为国家做贡献，给自己挣高薪的人其实并不多，无非就是逃避，继续想被人家安排，在没有机会被安排的时候呢，就不敢面对社会的竞争，不会主动的出击，这其实很可悲的，这跟国家的这种教育政策培养的这种路径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国家一边在讲着要兼贫富，一边呢就把这些最好的地段全部留出来商业用途，甚至把这些新兴学子们都抛到了郊外的地方，让他们好像在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地方生活，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我的眼前呢就是剑川路，这边呢就是所谓的大林浩湾。好，现在呢我骑过剑川路，就在大林浩湾这个区域呢骑行一段。这边也建有非常漂亮的绿道，很多绿地。又经过了一条铁道，这个地方呢叫吴京。创想600号，这是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淡水河桥啊，听说好像在哪里经过过这座淡水河桥。淡水河畔，这同样是交大的科技园。其实全世界的高科技园区或者创新城市，它背后都是有这些知名的大学的。在美国的湾区，它背后站着的就是像伯克利还有斯坦福等这些知名的大学。那广州的发展呢，就是中山大学还有华南理工大学等等。到了上海呢，肯定就是复旦、交大就这些学校。所以这边呢，也是应运而生了很多科技
创意园区科技园，甚至可以说是一条创新的走廊啊。前面呢就是 S4。好，现在呢我在 S4 高速公路上面穿过，继续沿着建昌路向前骑赶。这里依然是大林号湾的区域，到处都是大林号湾的牌子。这里是什么？淡水河畔，都是一个一个的创新园区。前面就是都市路了，我就在这边右转了。左侧呢就是交通大学，但是我就从这边拐弯回去了。这一路见到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创新创业科技园区，可以期待一下啊！10年以后，应该会有更多的中国的这种科技品牌被世界所熟悉。就像我们以前知道的日本的、德国的、美国的品牌一样啊。这边又经过一条铁道，东4号河桥。这条都市路呢，从交大的北门开始，一直呢是到新庄的地铁站，中间呢会经过营部路，这是我的住所。我们就一直沿着这条都市路向北骑行，大概得骑个半个多小时才能骑回家。这里是富地北桥城，这边已经是北桥地段了。富地北桥文体中心在我的右侧。现在骑过金阳路、新5号河桥，这边很多河通都是用数字来代替的。前面呢是金华路，经过金华路。自行车、行人请由黄鹤路绕行。
现在呢，在放河路上啊，前面要去绕一下再回到都市路上去。现在来到了这条小路，叫北吴路上。前面呢，再去转到都市路。这边已经是砖桥镇了啊。好，现在呢又回到了都市路上，这样的直走就行了。今天来的时候呢，就经过一片农田。我看这边右侧好像也是一片农田。东六河桥。这条大道呢就是沅江路了，大概要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今天我们继续保持在都市路上向北骑行。今天这个几段路的骑行整体来讲还好啊，主要是天气好，气温呢不超过28度吧。而且这些马路都是笔直的，有树荫，所以骑起来并不觉得很累。到现在呢，大概骑了29点几公里吧。中间有一段我迷路，30多公里。就这样的距离，这样的天气，非常好的状态，我们就骑回家去。唯一的呢就是已经1点多钟了，其实我还没吃中午饭，但是想着还是回家再吃吧，也就40多分钟就到了。现在经过纬都路。这条都市路啊，两边都是一些低密度的住宅区，都是什么什么庄园、花园、别墅区之类的。经过向阳路。右侧呢是万达，当时这个地方算比较热闹的地方，但现在这种热闹的地方越来越多了，这个万达也就弃去了。六磊塘桥，今天我在莲花南路上曾经经过的，这条河一直去到其中村。
齐国布光路，右侧之左呢就是老后马路。我还在沿着左侧这条都市路继续骑行。这一路过来呢，大家看到的就是闵行了。还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很多变数，应该也会有一些出彩的地方啊。比方说科学园区，某些品牌脱颖而出等等。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就是偏离市区的一片住宅区。就如果有钱，大家也不会到这边来。除了那些在创业园区、高科技产业当中挣了大钱，他可以买比较好的高级的住宅。一般的就是老百姓没有办法在市中心生活，因为负担不起。就在这边安于现状，偏于易于。其实生活呢也慢慢的变得方便起来，这种商店等等。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安于现状，还想跟这个社会的上面的那些风尚、时尚相结合的话呢，那你可能时不时就得要到市里面去逛逛啊。现在呢已经骑过了京都路，我的左侧呢就是龙象广场，也是我们经常到这边来购物利用的一个小的商业中心。再往前走呢，很快就到宁都路了。那我就打算在这边呢结束今天的骑行。我们在上海还会再停留几天啊，在未来几天当中呢，也会到处走走。如果去到什么地方，相信也会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们早日出行再见吧，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敬请订阅，请关注，多留言，拜拜。